迎来到我的魔法药妆柜。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是我最近做的一款新的可以卸防水彩妆的卸妆液。那我之前呢，最早的一支 DIY 的影片其实就是卸妆水。我最近呢，因为用了这个磁吸睫毛眼线液，那我有一支试用的影片，就是介绍磁吸睫毛眼线液，里面我有讲到，我觉得磁吸睫毛眼线液没有那么的好卸，所以我想要做一款卸妆水呢，是像外面做这种油水分离，有2层的卸妆液，你只要用这一罐就可以从头卸到底。这一款可以卸防水彩妆的这个卸妆液是非常好用，而且也非常的温和。当然还是没有我第一款的这个卸妆水这么温和，但是我觉得也是使用起来质地非常不错，而且不会有太刺激。如果说我彩妆化比较浓的时候，我还是会喜欢 double cleanse， 就是韩国现在比较流行，先用油来洗卸，然后再来用洗脸的来洗脸。我还是会维持我平常回家的晚上的保养步骤，但是我觉得加了这一款以后呢，可以让有一些局部的地方，比如说像眼线液啊，或者是一些颜色比较浓啊，或者是像说比较深的这些唇釉的时候，我觉得用这一款卸的话是可以更直接的卸，而且卸得更干净。这一款的话呢，我们会用到的是葡萄糖起泡剂，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清洁剂，那它是可以用在比如说像洗发精啊，或者是说像洗面乳里面都可以使用。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是会用到这个葡萄糖起泡剂。那另外呢，我会用 Propendil， 它基本上也是一个 humectant， 就是它是有一个有保湿的效果。那我觉得加在这款卸妆液里面可以让它更温和。那如果说不想要去买这个 Propendil， 就是所谓的1,3丙二醇的话，你也可以使用glycerin， 就是甘油。那我自己个人的话是觉得用这个1,3丙二醇来做卸妆液呢，它的质地会更清爽。甘油的话，可能你在一般的药局比较可以买到，但是1,3丙二醇的话，你就必须在化工行才可以买得到。那不过我常用这个 Propendil， 我有几支影片是做，比如说像 B3 的保湿精华液啊，或者是说像玻尿酸的保湿精华液，其实我都有用这个 Propendil。那我这一罐是买的比较大罐，就是500ml 的，但是市面上有卖比较小罐的。那因为我常常拿来做 DIY， 所以我就会买大罐的。那另外呢，就是其实刚刚这2个，一个是就是亲肤保湿的，那另外一个呢清洁的效果。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这样油水分离，那油这个部分呢是用什么呢？那我这边的话呢，我今天用的是细磷 dimethicone。那有一些人呢，可能觉得说最近这几年细磷名声不是很好，比如说很多洗发精啊或护发产品都会标榜说无细磷，比较不 popular 的一个成分。但是我必须说，如果说你不想要用细磷的话，我有提供一个 alternative， 就是你可以用别的替代品。如果说你不想要用细磷，但是我觉得你最好是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不要用细磷。那很多化妆产品里面呢，最近这几年标榜不要用细磷，是因为细磷它基本上是可以让你的头发或者是你在皮肤上可以有非常滑顺的感觉，因为它可以就是有点像填补你皮肤或者是发丝上面的这些孔洞。那你填补上去以后，当然摸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滑顺。那很多时候人家说不要加细磷在化妆产品里面，是因为你在洗头发的时候，你把这些空洞补起来了，让你洗的时候感觉很滑顺，但是其实那样产品可能它并没有保养的效果。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化妆产品这几年被大家诟病，就是说你这个都是充满了细磷，然后让你觉得滑滑的，但是其实并不保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化妆产品现在会标榜说无细磷，但是细磷本身它并没有错，它是有很好的延展效果，而且很好的这种滑顺的效果。至于说会不会让人过敏，我不是皮肤常常过敏的人，但是我知道就是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皮肤很容易过敏，然后很干燥，然后又反正就是肤况不是很好的一个女生。那她最近她有分享用一款雅漾的保湿精华液，那其实里面呢就有大概2-3种细磷。她觉得她用那个精华液呢也还是很 OK， 没有什么皮肤过敏的状况。她觉得说不够保湿，我就问她说，那你是用什么保养品？然后我拿来看的时候才说，你这款里面其实有用细磷，她觉得用起来非常好用，并没有任何皮肤不适的状况。所以细磷它可能最近的名声不好，但并不代表说你用起来是不 OK 的。所以今天的话我会用细磷。那如果说你还是觉得说对细磷疑虑的话，那你可以用的是这个squalane oil， 就是天然的这个角鲨。那我必须说，为什么我选用细磷而不用角鲨？当然，一来就是说角鲨的它的成本是稍微高一点点，但是我今天选择用细磷，并不是因为它的成本的关系，因为我老实说，自己 DIY 的话，其实成本都比在外面买的还要低。那为什么我选细磷？是我觉得细磷卸妆完了以后，你的肤质的感受的话是比较滑嫩、比较舒服的。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觉得细磷的卸妆的效果比角鲨的还要再好一些。不
不是像我彩妆化的比较重的女生的话，我觉得你用角鲨也非常非常 OK。那我觉得这是2个选择。那只是说角鲨的话，添加的时候可以用多一些些，因为我觉得它的卸妆效果稍微比较弱一点，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卸防水的彩妆，所以你可以选任何一个。那我是觉得说细鳞的话，如果说你对它有疑虑，我觉得最好先去了解这个成分是好或者是不好，然后再来去质疑说它到底是不是要加在你的保养品里面，或者是你卸妆水里面。那其实市面上有蛮多保养品，就是会停留在肌肤上的保养品都有加这个细鳞。那今天这一款的话是一个卸妆水，所以基本上你卸完了以后应该还是会洗脸，所以我是觉得停留在皮肤上的时间也没有很长，所以可以考虑看看用这个细鳞。其实这款卸妆水主要的原料就是这3个，就是1,3丙二醇 Propanediol， 然后细鳞 Dimethicone， 然后还有这个葡萄糖起泡剂，就是所谓的 Desoglucoside。那除了这3个成分以外呢，基本上都是水，用干净的煮过的水。那你可以用蒸馏水或者是用纯水。那另外的话，这款卸妆水里面我没有加任何的香精或者是香味的东西，所以我会用一点点这个花水。那我今天选的话，跟我之前做卸妆水一样，是用这个金缕梅水。金缕梅水就是所谓的 Witch Hazel， 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清洁效果，所以大部分的卸妆水里面我都会使用它。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加一些这个复方抗菌剂，以免这个卸妆水会坏掉。那我自己个人觉得话，这一款卸妆水呢，它其实卸妆的效果非常非常好，有的时候甚至我可能不用double cleanse， 就是先用油然后再用洗洁剂洗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它还是卸得非常干净，跟我的原本那一款卸妆水交替着用。那原本那款卸妆水呢，我平常还会使用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在画彩妆的时候，可能我想要修饰一下眼下可能沾到的睫毛膏啊，或者是沾到眼线液啊，那我会用棉花棒沾一点，用原本的那款卸妆水。但平常如果说像我的彩妆是比较完整的话，其实我都会用这款新的卸妆水。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这款卸妆水其实制作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倒在一起，然后搅一搅，其实就可以使用了。那之前那一款卸妆水的话，它要比较花时间，要用这个大豆卵磷脂来制作，所以会比较花时间一些。那做出来的这个卸妆水呢，基本上就是会这样子，像有油水分离。那你要使用前的话，你可以摇一摇，然后再把它倒在这个化妆棉上使用就 OK。那我之前做这款卸妆水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太贪心，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做完了，做到成品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用，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来做很多，我做了500ml，然后想要分给我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这样子。结果后来我发现，一次做太多的话反而不好用。今天这次做的话，大概是200ml的量，我觉得是刚刚好。那我觉得说，如果说你做到500ml的话，其实不好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油水它会分离的。那如果说做太大的话，那你上面那层油会非常非常的厚，所以你在摇的时候，其实倒出来的时候，你会倒到比较多的油，比较不均匀。所以我建议你在制作的时候，一次不要做超过200ml，甚至你可以就是减半做100ml也 OK。但是因为这款真的非常非常好用，所以我觉得做100ml太少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量就是200ml，一次不要太贪心，不要做太多。那另外的话就是选择包装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倒出来的这种容器，然后直接倒在化妆棉使用。那你不要用那种按压的，因为按压的话，基本上它是有一根管子，然后伸到瓶底。那基本上你在按压的时候，其实就只会有水的部分，会比较多。那你上面这个油可以帮助卸妆的部分的话，其实你可能比较不均匀。所以我建议你在找瓶子的时候，记得要用是这个可以倒过来放在化妆棉上使用的这种瓶子，而不是用按压的或其他瓶装的方式。30ml或者是2汤匙 2 tablespoon 的这个角鲨或者是细鳞。那角鲨的话，我是觉得你可以稍微多加一点点。其实2汤匙的话，也是卸妆效果也是很 OK 的。然后再来这个1,3丙二醇，就是所谓的 Propanediol， 我会使用2ml，就是差不多是 half a teaspoon， 1/2茶匙。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葡萄糖起泡剂 Desoglucoside， 基本上我也是使用2ml， 1/2茶匙，就是跟丙二醇的这个量是一样的。再来呢，我就会加这个水。那水的话，我会加135ml。然后我会加30ml的这个花水，那我今天用的是 Witch Hazel， 30ml的话大概就是2汤匙 2 tablespoon， 然后稍微的把它搅拌均匀，再加上这个复方抗菌剂。那复方抗菌剂的话，我们今天会使用1ml， 1/4茶匙。那这款卸妆液就很简单就完成了，不管是防水的眼线液啊，或者是睫毛膏啊，其实基本上都非常好卸。那还有就是甚至是说像这种唇釉，比较干的唇釉，甚至是黑色，都是可以稍微敷一下就直接可以一次卸掉。
那我觉得这是一款非常简单又好用的这个卸妆水，分享给大家，而且它非常的温和，不会有刺激。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不要忘记要订阅我的频道，然后还有更多的影片可以继续点选往下看哦，谢谢。